近期中国公布的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给人一种天大的讽刺感。官方公布 GDP 同比增长 5.3%， 高于市场预期，但这一亮眼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房地产行业的惨淡业绩和百姓财富的大量流失。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5%， 连续第4个季度负增长。而作为衡量房价走势的风向标，全国新建住宅平均成交价格已比2023年4月的历史高点下跌 21%， 整个东部地区更是气血狼藉，跌幅达 21.6%。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尚且如此，更不用说3、4线和第一线小城市了。通过对70个大中城市的统计，有57个城市新房价格在3月份环比下跌，而有45个城市的新房价格已连续3个月持续下滑。可以说，房地产行业已经不至于是中国经济的重灾区。地产遭重创带来的不仅是销售端的困境，库存方面同样雪上加霜。一季度，全国新建商品房的住宅销售面积同比暴跌 23.4%， 这个降幅已远超去年全年的 8.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月末商品房住宅待售面积却同比猛增 23.9%， 日积月累的库存沉渣使得开发商对新增投资持谨慎态度。二手房市场同样哀鸿遍野。百城二手住宅价格指数显示，1至2月份二手房价格已累计下跌 0.93%， 跌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个百分点。重点25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也出现2位数的下滑。令人触目惊心的重灾区当属深圳，这座曾经的房价之城，如今却沦为断崖式下跌的泣血战场。2023年，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已比历史高点下跌超过20%，部分豪宅区的降价更是高达 30% 至 40%。投资客和普通购房者纷纷元气大伤。据统计，2024年3月份成交的二手房中，高达 81.4% 的房源成交价都低于2021年2月的参考价。当年买房的人，如今几乎是血本无归，甚至还要承担沉重的利息负担。一位叫小飞侠的业主，2017年以480万元的价格购入一套48平米的小房，曾暗自得意自己买了黄金盘。但一晃5、6年过去了，这位可怜的买家不得不在去年6月气馁降价160万，480万的豪赌一去不复返。另一位叫楚楚的业主无奈挂出小区最低价335万，还是没人问津，最后只能狠狠心降价70万元，与自己入手时的成本价基本持平。另有业主为了止损，更是倒贴130万买房。深圳曾是房地产中介的淘金地，但如今整个行业都陷入深重危机。2023年上半年，这座城市 2.7 万名房产中介共卖出不过2万套二手房，人均1年只能卖出1套房。这还仅仅是深圳一个城市的情况，全国范围内的中介行业恐怕更加雪上加霜。毫无疑问，房地产业如此惨淡，根源在于这个行业的根基发生了巨变。业内人士指出，支撑房地产下行的有3个下降螺旋在相互作用。第一个螺旋是房价和销售的相互拖累，销售不畅使得房价持续走低，走低的房价又继续打击购房者的买房意愿，陷入了恶性循环。第二个螺旋源于保交楼问题和新房销售的互为因果。1、2线城市保交楼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到了3、4线和第一线城市，保交楼横行，使得购房者不敢贸然买新房，转而求助于二手房市场。可是新房销售的持续低迷，又会让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从而加重保交楼的问题。第3个下降螺旋存在于土地市场、地方财政和新房销售之间。
地产商购地意愿降低，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骤减，继而影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收入。这部分人群正是许多小城市消费和投资的主力军，导致当地新房销售的持续疲软。三个下降螺旋相互交织，就像魔咒一般，将整个行业束缚在泥淖中。中国房地产就这样不治自愈地持续恶化。而且从一季度的宏观数据来看，房地产业的阴霾并未能很好地传导到 GDP 增长数字中，反而让人有种官方对经济运行的祥和预期与百姓的困境相违背的讽刺感。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人的财富有 60%到 70% 都寄托在房地产上，意味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其实就等同于中国民众广泛的财富流失。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完工但未售出的房屋或高达数百万套，有专家更是估计，这些空置房源足以容纳14亿人口。特别是对于3、4线和低线城市而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城市的购房者往往更为依赖房产投资，一旦泡沫破灭，他们的财富就岌岌可危。有报告预计，低线城市的住房今年还将继续下跌 9%。不难想象，这种惨淡的局面将进一步加剧低线城市的人口流失问题。人们为了寻求更高工资和生活质量，无疑会持续离开这些资源匮乏的小城市，转而涌向一线特大城市。与之相伴的是未售出房产的清仓时间大幅延长。统计显示，低线城市的住房清仓时间平均已攀升至30个月，是3年前的近4倍。有的城市更是高达131个月，也就是说，要卖出一套房子需要漫长的10年多时间。这无疑将加重开发商的资金压力，形成恶性循环，更进一步加剧当地经济的困境。低线城市经济的萎缩不仅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还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沉重打击。土地出让收入过去一直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源，占其收入的 30% 以上，曾经有过接近 40% 的天文数字。但房地产行业一旦陷入泥潭，地方财政的命脉就将遭受重创。缺乏可观的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将难以为继，基本公共服务和薪酬发放都可能受到影响。一旦薪酬无法按时足额发放，中低收入群体将首当其冲，进一步打击当地的消费能力，使经济雪上加霜。更糟糕的是，地方债务危机也将与之同步到来。为了推动基建和房地产拉动经济，地方政府过去10年负债累累。如今房地产破产，基建放缓，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将陷入巨大考验。一旦债务危机爆发，将进一步恶化当地的金融环境，让民营企业陷入融资困境，从而加剧就业压力。就这样，低线城市将陷入一种多重恶性循环的深渊，房地产泡沫破裂，人口流失加剧，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债务危机渐现，基建投资力不从心，融资环境恶化，就业压力加大，种种不利因素将持续互为因果，将这些小城市推向经济的更危险的边缘。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严重的房地产危机，更是一个由此引发的系统性经济危机。整个国家的经济将在这种危机的拖累下步步囫囵，难以恢复活力。大量财富的流失，就业岗位的减少，民生保障的缩水，这一切将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伤害。贫困化和仇视情绪无疑将因此在全社会蔓延。房地产业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钉子户，它的衰落已经严重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其深层次的冲击远不止如此。它关乎方方面面，政府的收支、企业的生存、银行的不良资产、民众的财富、社会的稳定等，这一切都将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阴霾已经笼罩全国，有的地方陷入泥沼，有些地方还在缓慢恶化。但从总体来看，更糟糕的遭遇还在后面。我们所看到的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这场灾难对国家、对民众的伤害可能要比想象中的更甚。如何应对如此巨大的冲击，将是一个残酷的考验。